52岁男子坚持晚饭只吃菜不吃饭，降血脂，2个月后健康状况如何？张先生今年52岁，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再加上饮食上不太注意，体检时被查出血脂偏高。张先生对此非常担忧，他知道高血脂如果不控制的话，很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等严重后果。听人说晚饭只吃菜不吃饭可以降血脂，因为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对健康有好处，而米饭、面食等主食则含有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容易导致血糖升高和脂肪堆积。张先生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便想着试试这个方法，因此他决定在晚餐时只吃蔬菜不吃主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血脂。就这么坚持了2个月，那么他现在身体状况如何了呢？高血脂的危害有哪些？高血脂在医学上称为高脂血症，会导致消化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肝脏系统疾病的出现。患者长期存在高血脂会导致全身多个部位的血管内皮出现损伤，血管中多余的脂质成分沉积血管壁内，造成全身多个脏器出现问题。消化系统疾病。高脂血中的高甘油三酯血症会造成急性胰腺炎，患者通常会感到突然的上腹部剧痛，会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还可能出现暂时性的血糖升高。如果急性胰腺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急性胰腺炎恶化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比如胰腺感染可能扩散到腹部其他部位，导致腹膜炎。胰腺炎还可能影响呼吸系统，造成急性呼吸衰竭，同时对肾脏功能也可能造成损害，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这些并发症都是非常严重的，处理不当可能会危及患者的生命。心脑血管系统疾病。高血脂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会变硬变窄，如果不控制血管就会越来越窄，血流就不通畅了，心脏可能缺血，会感到心绞痛。如果情况再严重一点，就可能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最严重的是，这种病会增加猝死的风险，患者可能会突然死亡。不仅是心脏，脑血管如果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也会出问题。脑部供血不足可能会出现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突然间头晕、眼前发黑。如果情况严重，可能会导致大面积脑梗死。这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手脚不能动、说话不清楚的症状，严重的话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肝脏系统疾病。高血脂多余的脂肪不仅会在血管里堆积，造成各种心血管问题，还会跑到肝脏里引起脂肪肝。肝脏负责处理身体里的各种物质，但是当脂肪过多的堆积在肝脏细胞里，就影响了正常的运作。脂肪肝初期可能没什么明显症状，但它悄悄地影响着肝脏的健康。如果放任不管，脂肪肝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变成脂肪性肝炎，这时候肝脏开始发炎，情况就有点严重了，继续恶化下去就会发展成肝硬化。肝脏的柔软组织被硬化的瘢痕组织取代，肝脏的功能就会大大减弱，甚至可能引发肝癌。除了上面说的之外，高血脂还可能促进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因为高血脂会损害胰岛细胞的功能，降低胰岛素的分泌和敏感性，从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同时，糖尿病也会进一步加重血脂代谢紊乱，造成血脂进一步升高。这也就是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同时出现高血脂和高血压的原因，因为这2种病是有相互关联的。为了降血脂，很早多人都会和张先生一样，采用晚饭只吃菜不吃饭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吗？2个月过去了，张先生身体如何了？张先生身体怎么样了？经过2个月的努力，张先生的身体状况有了不小的变化。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他的体重减轻了大约5公斤。这个变化对于降低血脂来说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体重下降意味着体内的脂肪减少了，有助于改善血脂水平。为了看看努力有没有效果，张先生专门去医院做了血脂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他，他的血脂水平确实下降了，尤其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这2项指标有了显著的改善。张先生听了之后非常开心，因为他知道高血脂可能会带来很多健康问题，
现在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效，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除了体重减轻和血脂水平下降之外，张先生还感觉到了一些其他的改变，比如他觉得自己走路时不再那么费劲了，爬楼梯也轻松了不少。以前稍微动一动就容易出汗、气喘吁吁的现象也明显减少了。这些变化让他感觉身体更加轻松，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另外，精神状态也比之前好了很多。以前他总是觉得疲倦乏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但现在不同了，每天醒来都感觉精力充沛，工作和生活中的小烦恼也不觉得那么烦人了。很多人对于这个结果可能会有疑惑，觉得只是不吃主食就有了这么大改善，原理是什么呢？3. 只吃菜不吃饭，原理是什么？晚饭只吃菜不吃饭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来达到降血脂的目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会被转化成葡萄糖，也就是糖分。当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太多，身体用不了那么多葡萄糖，多余的葡萄糖就会被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身体里，血脂水平就可能上升。如果晚上只吃菜不吃饭，就可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身体产生的葡萄糖就会少一些，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也会跟着下降，这样脂肪的合成也会相应减少。蔬菜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能够让人产生饱腹感，吃了蔬菜之后就不会那么容易饿了。而且膳食纤维还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过这种方法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对于一些本来饮食就不均衡、营养摄入不足的人来说，如果晚上只吃菜不吃饭，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的问题。身体需要各种营养物质来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如果营养不够，身体就容易出毛病。而且单单靠晚饭这一顿改变饮食习惯，想要达到理想的降血脂效果，其实也是挺难的。因为如果在早餐和午餐吃的太多，或者吃的不合理，比如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或者甜食，那么即便晚上不吃主食，整个一天的总热量还是可能超标，血脂水平还是不容易降下来。张先生之所以能这么好的效果，可不仅仅是晚饭只吃菜不吃饭，而是在只吃菜不吃饭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食物的摄入。那么张先生具体是怎么做的呢？4. 张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确实能帮助降血脂，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吃主食。主食是咱们日常饮食中不可缺的一部分，能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张先生采取的办法是用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来代替传统的精细主食，他选择了玉米、燕麦、红薯等这些粗粮作为晚餐的主食替代。这些粗粮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仅可以帮助控制血糖，还能增加饱腹感。减少额外的食物摄入对降血脂很有帮助。除了替换主食之外，张先生还特别注意了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摄入。蛋白质是身体构建组织的重要成分，脂肪则是身体的能量来源之一，而维生素和矿物质则是维持身体正常运作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因此，张先生在饮食中添加了适量的瘦肉、鱼、豆制品等优质蛋白源，同时搭配新鲜蔬菜和水果，以确保营养均衡。当然，光靠饮食调整还不足以达到理想的降血脂效果，运动也是非常关键的。这2个月期间，张先生每周至少进行了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和游泳等。这些活动能够帮助燃烧多余的脂肪，还能增强心肺功能，提高新陈代谢率。通过这样的综合调整，张先生的体重减轻了大约5公斤，血脂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指标变得更加健康。结语：张先生坚持晚饭只吃菜不吃饭，2个月后他的健康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我们也不能盲目跟风，只吃菜不吃饭并不适合所有人。晚饭只吃菜不吃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降血脂，但需要结合合理的饮食调整和运动，并且要注意营养均衡和个体差异。降血脂需要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也有高血脂的困扰，不妨在医生的指导下尝试一些适合自己的降血脂方法，同时也要记得定期进行体检，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